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老家拆迁了，3套房产加100万的现金。爸妈对我和哥哥向来公平，打算平分。我不同意。一向不爱说话的嫂子却突然激动地站了出来。嘉柔始终是要嫁出去的，你们作为父母补贴她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分一半财产给她实在是不合理。我爸脸一下子拉得老长，我的财产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嫂子一脸的不忿，爸，你和妈以后可都是指着我和家旺给你养老的，你们分那么多给一个外嫁女，最后不还是便宜了别人？眼见着他越说越不像话，我哥连忙伸手拉他，方瑞，你给我闭嘴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。我妈一直不喜欢我嫂子，这下更是气疯了，她扑上去狠狠地给了方瑞一巴掌。你这个混账，他们兄妹俩好好的，你这个做嫂子不但不高兴，还要从中折腾，你这是什么居心？方瑞捂着脸高声说道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谁家跟你们这样傻，一个外嫁女分那么多？我妈气得又想过去扇他，被我一把拽住了。我妈只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我女儿嫁出去那也是我女儿，你们方家不把女儿当人，我们张家可做不来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眼见着爸妈都不高兴了，而方瑞还像是着了魔一样的找茬，我哥顿时也来了火气。方瑞，你再胡闹就给我滚回去！方瑞得不到赞同，气得尖声叫道，张家旺你还吼我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爸妈心眼都偏到嘎吱窝了，一心都是你那个妹妹。我爸怒极反笑，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，吵什么吵？我还没死呢！他冷冷地看了方瑞一眼，早先我就不同意家旺娶你，如今一看，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。嫂子胆子不算大，被我爸的话吓得瑟缩了一下。我哥也是气虚，连忙站出来表态，爸，你别生气，财产本来就该我和小妹平等的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眼见着我哥根本不支持他，方瑞气得直哆嗦，突然矛头就直接对准了我。张嘉柔，你怎么有脸来拿这笔拆迁款？枉费你哥平日里对你那么好，处处都想着你。我也是张家一份子，这是我的应得财产，我凭什么不能拿？嫂子如果不满意，你可以去法院告我，如果法院说我不可以拿这笔钱，那我自愿归还。方瑞立马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我就说你狼子野心，现在终于露馅了吧？你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眼睁睁地看着我和你哥为了你吵架，说不定家都要散了，你就不会良心不安吗？我看了我哥一眼，我可以不顾忌方瑞，但是还要给我哥一个面子。眼见着我哥也生气地看向方瑞，我立马放下心来。你和我哥散了，是因为你居心不良。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哥离婚，我可以立马给我哥介绍对象。方瑞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凶狠了起来。你果然一直想拆散我和你哥，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从确定拆迁到拿到拆迁款只有1周的时间，拆迁款一到手，爸妈就打算带我和哥哥去做财产分割。方瑞到底是不死心，他提前找到了我。嘉柔，我们谈谈。对于方瑞这个人，我实在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或许是因为他爸妈重男轻女的原因，他格外嫉妒我的待遇。我还没结婚，自然一直住在家里，爸妈时常会给我带礼物，他每次看见脸色都要阴沉好久。为了不让我哥难堪，我和爸妈其实一直在容忍他，但是他却越发的变本加厉了。你想谈什么？如果是让我放弃财产这件事情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。方瑞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3套房子，爸妈留1套，给你1套，我就认了。但是这100万你还要分一半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我简直都要气笑了。
我爸妈的财产，他们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，平时拿捏着我哥的钱，不肯在我爸妈身上花一分就算了，如今被钱迷昏了眼睛，居然胆大包天，想管到我爸妈的财产上来了。方瑞，我哥对你不错，我爸妈人也厚道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不然等哪天这种好日子你过不了了，你就没地方哭了。方瑞瞪着我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迟早是要嫁出去的？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哥以后要养家，还要赡养老人，压力那么大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吗？你亏心不亏心？别拿我爸妈养老的事情说事，我是我爸妈的孩子，养老我自然会负责。方瑞一脸的不以为意，说得好听，到时候你就不是这样说了。砰！我的房门被猛地推开，我妈脸色发黑地站在门口。方瑞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真以为老娘稀罕你养老？我和你爸老了，自己进养老院，不需要你管。你给我滚出来！打扰我女儿做什么？方瑞又妒又恨。你们人老了，脑子也不好了吗？天天想着把钱给一个赔钱货，到时候这个赔钱货把钱都带到别人家了，我看你们哭都没地方哭。方瑞直接骂我爸妈脑子有病，我脸一下子沉了下来。我哥比我反应更快，冲过来狠狠地给了方瑞一个巴掌。他看向方瑞的眼神格外失望。我向来不打女人，但是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爸妈对你不好吗？你就因为爸妈财产分配不合你意，你就要骂他们？你这样的媳妇我要不起。方瑞自然是又气又恨，顿时坐得大哭了起来。就你们是一家人，我就是外人，我不都是为你考虑吗？结果你却一点都不领情。我哥却冷笑了一声，少说大话。你是为了我着想，还是为了你爸妈着想？你心知肚明。方瑞自然有自己的小心思，被我哥揭穿，他脸上忽青忽白。随后他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你们这一家简直有病！方瑞一气之下，直接回来娘家。我们顺利地去做了财产分割，因为方瑞的事情，我们大家的兴致都不太高，便直接回去了。结果就看到方瑞带着他一家人站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一出现，方瑞妈妈就嚎了一声，直接冲了过来。你们张家简直丧尽天良了，一有钱就想踹了我女儿娶新老婆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。我爸脸色发黑，乱说什么？你倒是问问你家女儿做了什么好事，我女儿说的哪里不对？你们自家脑子有病，好好的家产不留给儿子，反而要留给赔钱货。我看你们一家就是脑子有病。可怜我女儿都怀了你们张家的孩子，你们还要将她赶出门。方瑞妈一边哭嚎着，一边撕扯着我哥。我哥衣服被拽得凌乱不堪，只能狼狈地护着脸。听到方瑞妈妈的话，立马惊叫了一声：方瑞怀孕了！方瑞弟弟听到这话，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，对着我哥的脸就是一拳。你这个混账，是不是不想认？你敢欺负我姐，也要看我答不答应啊！打人了！你们方家欺人太甚！眼见着方瑞弟弟连打了我哥好几拳，我妈尖叫一声，直接扑过去试图阻拦，混乱之中还挨了一脚。我爸见状哪还忍得住，也跟着冲进去了。我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，气得直发抖，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今天谁都别想走！我报警了。方家人本来就不占理，听到我报警了，立马讪讪地停了手。都是一家人，私底下解决不就行了？怎么还报警呢？我爸脸色发黑，将我妈和我哥都扯到身后。谁跟你们一家人？你们这样的家人，我们要不起。听到这话，方瑞爸爸脸色立马变了。怎么不是一家人？我们家女儿现在都怀了孩子，
难道你们张家不肯认？方瑞有恃无恐地抱着自己还没显怀的肚子，直直地盯着我哥。张家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替你们张家怀了孩子，你们家的家产必须有我儿子一份，不能给你妹妹那么多。闹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是念念不忘属于我的那份财产。我爸气笑了，你儿子的财产你可以从你丈夫那里分，我的财产只分给我的儿女。方瑞突然脸色一变，你们是不是财产已经分过了？方瑞妈也是脸色大变，你们张家简直是不做人了，我家女儿都怀了你们张家的大孙子了，你们却连一点好处都不给，你们要不要脸呢？我爸满脸的厌恶，我们张家的事情关你们方家何干？方瑞妈妈立马高声说道：我女儿既然嫁到了张家，就是张家的人了，你们家的财产我女儿必须有份，不然这个孩子我们就不生了。满脸都写着算计。我妈脸色一变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为了钱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方瑞妈对于这样的指责不以为意，眼神落到了我的身上。你们不愿意分财产给我女儿也行，你们想要这个大孙子，就把你们女儿嫁到我们家。我们亲上加亲，居然算计到我头上来了。而方家人显然都挺认同，方瑞那个弟弟更是放肆地将眼神落到了我的身上，感觉到他的眼神在我的胸口停留了一会，我的脸立马黑了下来。再看到方瑞妈得意洋洋的脸色，我的怒火一下子涌了上来，我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巴掌。就你那个废物儿子，做你的白日大梦啊！张家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居然敢打我妈！方瑞尖叫一声，愤怒地盯着我。方瑞的弟弟更是脸色凶狠地朝我举起了拳头。我爸和我哥立马警惕了起来，将我一把拉到了身后，都住手，不准打架。警察的到来一下子打断了我们直接紧绷的气氛。我们被带回警察局做笔录，我如实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对于警察的劝和，我脸上一片冷凝。我们不打算和解，方家一定要受到惩罚。方家的那个弟弟就是个混混，一头杂毛，流里流气的。打我哥哥的时候，更是拳拳打在要害处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方瑞脸色立马大变，他紧紧地盯着我哥。张家旺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家人。我哥经过这一顿操作，早就对他失望透顶。闻言冷笑道：我为什么不能？我爸妈也是我的家人，你不是也没犹豫的就带着你们一家来打人吗？他一脸的冷淡。这个孩子你爱生不生，生了我养，不生就打掉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妈脸色一变，不由得拉了我哥一把。显然对于孩子，我妈还是很在意的。但我哥一脸的无动于衷。方瑞妈顾不得身在警察局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：张家旺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我女儿都怀了你的骨肉，你居然说离婚就离婚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我怎么对不起她？从我们结婚起，我的工资全在她手里，她一直偷偷把钱拿去给你们，我都睁只眼闭只眼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她最不该的就是试图挑拨我们家的感情。我爸妈的财产分配关她什么事？她倒好，大吵大闹，还直接带着你们试图上门逼迫，甚至还打我妹妹的主意，一有不顺从就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。我真是受够了。我哥应该是憋着很久了，在方瑞妈的撒泼下，立马爆发了。我妈脸色很难看，恼恨地瞪了方瑞一眼：你这个养不熟的东西，我儿子对你还不好吗？你就一心想着你娘家人。方家人被揭穿了贪婪的面目，脸上有些难堪。方瑞的弟弟满不在乎地说道：她是我姐，你是我姐夫，给我钱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以后就不是了。方瑞看出来我哥认真了，一下子慌了，他突然抱着肚子蹲了下去。
我的肚子好疼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！他伸手来拉我的手，家旺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不想他出事，你快把我送医院吧。我妈最先坐不住了，过来拉我的手，这次不如算了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最终我还是点了头，于是匆匆结了案。方瑞被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检查，腹中的胎儿很健康，显然之前在警察局都是他装的。我哥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方瑞面对我哥的冷脸，立马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谁让你要和我离婚的？我还怀着你的孩子，结果你就要和我离婚，你这个混蛋！见方瑞没事，我爸妈脸色一拉，也没兴趣留下来。家旺啊，我女儿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你可不能做出离婚这种没良心的事情。自从知道我哥打定主意要离婚开始，方家的态度一下变得格外的和气。如果方瑞再这样闹腾，没良心我也认了。我绝不允许有人想要破坏我们家的关系。我哥语气冷冰冰的，方瑞脸色一变，就想要开口。方瑞妈见状，狠狠地掐了方瑞一把，随后一脸笑意地说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她到底年轻不懂事，嫁到你们张家就是张家人了。要是不满意，你们可以教训她的。”我哥冷笑一声，不说话了。我拉了我哥一把：“你也去做个检查吧。”方勇下手挺狠，我怕有个万一就不好了。方勇就是方瑞的弟弟。方瑞妈闻言，立马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儿子下手哪有那么重？”似乎想起来方瑞和我哥吵架都是因为我的事情，看我的眼神越发的不善了。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专程来看笑话吗？我女儿有你这么个小姑子，简直倒了8辈子的霉。我哥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闭嘴！我妹还轮不到你来说。对于这个岳母，我哥现如今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耐心。我哥的态度让方瑞脸色大变，在我哥看不见的角度，他怨恨地瞪着我，仿佛要杀了我一般。方勇对于这些争吵不感兴趣，甚至有些厌烦。他突然看向了我：“你长得倒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你嫁给我这个主意真不错。你觉得呢？”我觉得你在做梦。我眼神冷了下来，他丝毫不在意我的了脸色，甚至还不老实的想伸手过来搂我。我哥脸一黑：“方勇，你敢乱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毫不客气地朝着他的手扎了下去。他吃痛，哀嚎一声缩回手，鲜血从他指缝里缓缓流了下来。他眼神一下子凶狠了起来，暴跳如雷：“臭娘们，你居然敢伤我！哼，敢动手动脚就剁了你！”我冷笑着将藏在镯子缝隙里的刀片收了回去。方瑞妈都愣住了，反应过来，哀嚎着抓着方勇的手：“你们张家简直不讲理！”她愤恨地看向我：“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那么狠心？你这样的，谁敢娶你？”说着，她还忍不住地对我哥哥说道：“你妹妹都被你们家惯坏了，女孩子哪能这个样子？你们得好好教她，不然肯定嫁不出去。关你们什么事？”我哥对方家最后一丝耐心也没有了。我妹嫁不出去，由我爸妈养着，不需要你们来多管闲事。你们现在就给我离开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我哥冷淡的眼神让方瑞妈一下子想起来，我哥还没放弃想离婚这件事情。她脸色一变，口中的哀嚎一下子收了回去，灰溜溜地拽着方勇跑了。他们一走，我立马拽着我哥去做了检查，好在除了皮外伤，并没有造成什么内伤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离婚威胁到底是将方瑞吓住了，他一下子老实了。即使知道我们财产分割已经结束了，他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，我爸妈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我哥脸也缓和了几分，只有我知道，方瑞这是彻底恨上我了。在我爸妈注意不到的角落，
他看我的眼神都是凶神恶煞的，但是他表面工作做得很到位，积极帮我妈做事，还不断和我妈认错，说以前都是自己不懂事，他现在已经想清楚了。我妈是个很容易就心软的人，特别是方瑞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于是我妈为了孩子，将方瑞照顾得面面俱到，甚至为了孩子开始劝和方瑞和我哥。我哥态度软和了一点，但是对于到底要不要离婚，始终保持着沉默。这天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就看到方瑞坐在沙发上，我妈正在给方瑞捏脚，我脑子一下子就炸了。我拉着脸直接冲了进去，一把将我妈拉开，恼怒地盯着方瑞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方瑞一脸的无辜：“我刚刚腿抽筋了，妈说帮我按摩一下。”我妈连忙拉住我：“佳柔，你别生气，她没有为难我，是我看她腿抽筋，你哥又不在家，我帮了一把。女人家怀孕是很难受的。”我满心的愤怒无法发泄。方瑞显然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在我妈注意不到的角度，他摸着肚子，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真以为有孩子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我哥下班后，我难得对他冷下了脸。嫂子动不动腿疼腿抽筋的，不如给他请个有经验的保姆吧。我妈又不是没事做，哪能够天天给他捏脚按摩的？我哥脸色一沉，可以，家里就多了个保姆，专门伺候方瑞。我妈没注意到我们这些没眼官司，还责备了我哥一句：“我们家又不是什么大富豪，我自己就能忙得过来，何必要请个保姆回来？这是我第一个孩子，我自然要多多费心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哪需要你这么操劳了？你和我爸好好享福，享受我和妹妹的孝敬就行了。”我妈显然知道我的心结，晚上偷偷找到我：“佳柔，我知道你和你哥感情好，但是有些事情不能乱掺和，万一到时候你哥和嫂子真的和好了，搞得你里外不是人。”我妈的嘱咐我记住了，便忍了一口气。但在百依百顺的环境下，方瑞很快就飘了。特别是在方瑞妈过来看了他一趟之后，他态度立马趾高气扬了起来：“妹妹，我们聊聊怎么样？”我正准备出门，听到他的话顿了一下：“你想聊什么？”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：“再过几个月，我的孩子就出世了。你说爸妈他们会送什么礼物给宝宝呢？”我皱了皱眉：“那是我爸妈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我妈倒是被轻易的收买了，我爸显然没那么好容易收买。佳柔，你到底年轻了点，虽说爸妈不重男轻女，但是是孙子，他们总会更高兴的。你说到时候我说想要一套房落在儿子的名下怎么样？这是惦记上我爸妈名下的那套房子了。”我气笑了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想要就给你。”我冷静又嘲讽的表情一下子刺激到了他，他揣着大肚子就朝我逼近，我立马离他远远的。有这么多歪心思惦记着我爸妈的财产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笼络好我哥的心吧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我哥就一直在和他分房睡，他居然可笑的以为哥哥的沉默是已经原谅他了。真以为有个孩子就是万能的吗？我的话让他的脸一下子扭曲了起来。我和你哥变成现在这样拜谁所赐，但凡你识相点，乖乖放弃财产，我和你哥都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被他流氓的逻辑打败了，这么多天了，一点都没反思自己的行为，还要把自己的过错怪在我身上，真是够可笑的。你要是打算和我说这些没营养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说着我就准备走了，他立马过来抓我的手臂，我眼疾手快赶紧躲开了，离我远点。方瑞突然面露诡异之色：“你说你哥还有爸妈他们在孙子和女儿之间会选择谁呢？”他说着就往后退了2步，
背后就是楼梯。我脸色一变，意识到了方瑞打算做什么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就没有一点疼爱之心吗？方瑞面色狰狞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们张家脑子有病，宁愿要一个不值钱的女儿，也不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看在眼里。我不得不这么选择。我心口发冷，方瑞简直疯了，你可别做傻事，不然我哥回来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见他又后退了2步，我满脸紧张，他却哈哈笑了起来。我倒要看看你哥是要这个孩子，还是要你这个妹妹。说完，他闭着眼睛朝后面一倒，然后就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他抱着肚子，一脸的惨白，血很快从他身下渗了出来。我看得脸色发白，手都开始发抖了。来人啊，快叫救护车！保姆一直在厨房，听到我的声音，急急忙忙跑了出来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也是脸色大变。方瑞痛苦地捂着肚子，一脸仇恨地盯着我：“快救救我的孩子！佳柔想害死我的孩子！”保姆惊慌失措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跑出去打电话了。我却猛然理解了为什么他一开始就那么笃定他可以拿到爸妈的财产。他一直做着2手准备，他找我谈话就是为了做足我推他的假象。可惜我没有上当，而只要我爸想要保住我，他就可以顺势提出要我爸妈名下的房子。如果对我失望了，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拿走我名下的财产。我突然轻笑了一声，对着面色惨白的方瑞拍了拍手：“真是好算计，你妈出了很大力吧？”他畅快又得意地盯着我：“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”伴随着救护车的声音，我妈急切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：“怎么会摔下楼呢？”等看到方瑞躺在地上，身下都是血，他惨叫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哥急急忙忙从门口赶了进来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看到我哥，方瑞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，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家旺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”救护车很快将人拉走了。你们节哀，这个孩子没能保住，好好养，以后肯定还会有孩子的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抢救，医生满脸遗憾地宣布道。我妈大声地哭了起来，我爸和我哥也是满脸的失魂落魄。我爸看向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方瑞醒了过来，他一脸仓皇失措地捂住自己的肚子。我的孩子还好吗？我哥显然有些愧疚。你好好养身体吧，孩子以后还是会有的。我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方瑞脸色一白，随即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。随后他歇斯底里地对着我喊道：“是佳柔推了我，他就是恨我，他一直记恨我不让他拿财产的事情。”他紧紧地拽着我哥的胳膊：“你要给我们的孩子报仇，把他赶出去！”我爸妈和哥哥都不由自主地看向我，我哥甚至反射性地辩驳了一句：“不可能，我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”这话瞬间让方瑞脸色都扭曲了。在方瑞愤恨的眼神里，我突然笑了起来：“方瑞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？”我余光看到爸妈脸上松了一下，便知道他们信了我。我越发的稳了下来。方瑞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你别不承认，保姆能给我作证，就是你把我推下楼的，是你害死我的孩子，你怎么那么恶毒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到一阵哭嚎声由远及近：“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你怎么那么命苦啊！”方瑞妈一路哭着进来，她一见到我就直接朝我扑了过来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把我女儿害得好苦啊！”我往后一躲，避开了她的手，反手直接制住了她的动作。我微微笑了笑：“这位阿姨，您的消息是不是有点过于灵通了？从嫂子进医院到孩子流掉，你都一清二楚不算，还清楚地知道我就是凶手。
你难不成是算到了？方瑞妈脸色一下子僵住了。我爸妈不是傻子，已经意识到了古怪，这会儿沉默地盯着眼前的情况。我哥也没出声。方瑞妈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打电话给你们家保姆，你们家保姆说你把我女儿推下楼了，孩子摔掉了。”她越说越理直气壮。可是保姆并不知道孩子还有没有救啊？难不成是医生告诉你的？到底是哪个医生嘴巴这么不严实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去投诉他。我步步紧逼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越发的慌乱。方瑞眼见不好，尖声朝我吼道：“你为难我妈算什么？你把我的孩子还回来！”说完，他像是有些崩溃一般：“家旺，你把他赶出去！我现在不想见到他。”我哥又不是傻子，会任由他玩弄。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方瑞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最好老实交代。”方瑞有些心虚，随即他大声吼道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你还是相信你这个妹妹？是不是非要我死了，你才相信我？”我轻咳了一声：“方瑞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我对你认错这件事一直心存怀疑，所以家里被我安装了监控。”方瑞激动的情绪一下子僵住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向我。我露出一副刚想起来的模样：“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那天刚好不在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”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，将声音开到了最大，将视频放映了出来。因为哥哥房间里没有监控，所以能够听到方瑞妈出房门的时候叮嘱方瑞要快点行事，然后便是清晰的他怎么从楼梯口摔下来的视频。我妈看完，气得脸色都白了，她猛地站起身来看向方瑞：“你简直是个混蛋！”我哥本来对他的态度都软化了，看完这个视频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“等你出院，我们就离婚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我爸冷笑着看了方瑞母女一眼：“你们好自为之。”我跟着爸妈出了病房，背后还能依稀听到方瑞的哭声。我不由得摇了摇头，这是图啥呢？我妈一出了病房，就瞬间倒在了我爸的身上，眼底都是眼泪。那个孩子太可怜了，我妈难受，只怕我哥也很难受。果然，我顺着痕迹找了过去，就看到我哥找了个地方闷声抽烟。我蹲在他身边，他苦笑了一声：“我真的是过得太失败了。”我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别伤心了，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藏得那么深，平时我们也没看出来呀。家里安静了1个星期，我还时不时能够看到我妈偷哭，我哥也是时不时盯着家里买的一些婴儿用品发愣。我越发的讨厌方瑞，觉得他头脑不清，罪孽深重。方瑞出院后，我哥一刻也不等，就拽着方瑞去办了离婚证。方瑞自然不愿意，我哥就说不去，那就报警抓方瑞的妈。方瑞只能跟着我哥去领了离婚证。拿着离婚证那一刻，方瑞痛哭出声，他拽着我哥的衣角，拼命地认错，却已经换不回我哥的心了。对于他的遭遇，我一点都不同情，只觉得他活该。他有无数次可以重来的机会，却被自己的贪婪亲手毁了。如今这个苦果，他就只能自己吃了。至于我爸妈和哥哥，我相信经历过这番痛苦，他们终究会走出来的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10年前，二叔一家抢了我的房子，把我逼出家门。10年后拆迁之时，逼我签转让协议。可是我不但是这房子的业主，我还是这楼盘的开发商啊！我转头拨通了属下的电话，这块区域不拆了，围起来，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，40平的老破小，根据当地行情，大约能获得200多万的赔偿。为此，二叔像疯了一样，玩命给我打电话：“斌子，你快回来吧，拆迁办的说了，需要你回来签字才行。”
虽然我厌恶二叔一家人，但大局为重，我还是踏上了回家的归途。这套房是我爸单位分的，我10几岁时，爸妈因车祸去世了，二叔一家就打着照顾我的名义搬了进来，从此再没离开过。我的记忆中，他们搬进来后，我没睡过床，晚上只能在厨房里搭个地铺，吃饭用钱也要看二婶的脸色。尽管那些钱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高考时我考上了一所2本，二婶拒交学费，她说家里也没钱了，弟弟还要读书呢，附近工厂招临时工，待遇不错，要不明天我带你去。我爸妈给我留够了学费，钱呢？这么多年供你吃供你喝，不花的吗？他暴怒起来，这个家你爱住住，不住就滚。于是年轻气盛的我离开了那个家。我在工厂当学徒，在工地搬砖，吃了不少苦。期间二叔偶尔会打电话给我，总是诉苦，诉说家里的不易，让我不要怪二婶。可是2年后我才知道，堂弟用了我父母的钱出国留学了，一直答应要等我回去的女朋友也移情别恋，和堂弟睡在了一起。从此我远离了这些垃圾，再也没回去过。时间久了，若非二叔的提醒，我几乎快忘了家里的那套房。回家的时候是下午，楼道里狭窄漆黑，散发着一股下水道的腐臭气味，踩着吱吱呀呀的木地板回到家，二叔一家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二叔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斌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就等你了。”二婶也笑：“你们先签合同，我去做饭。”我没说话，打量起了这个家，杂物垃圾堆得满满当当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角落里的堂弟罗航似乎胖了几十斤，他戴着厚重的近视眼镜，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，玩着游戏。我那前女友杨娟牵着一个4岁多的儿子，怯生生地从里屋往外看，从那一身地摊货、前胸还有点的衣服也能看出他过得并不好。我扫了他一眼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听别人说起过，罗航去国外读的是所野鸡大学，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，天天在网上炒股，把二叔的钱都败光了。杨娟为了补贴家用，孩子刚满月就去了超市打工，时常被婆婆和老公恶语相向，甚至打过2次，日子过得跟狗一样。此时的我对这一家多多少少有些同情。二叔在柜子里拿出了合同和笔：“斌子，快签字吧，这1周是最后期限了。”我接过合同看了起来，这一看脸色一变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拆迁合同，而是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，上面明确写着我将这套房子转给他，协议签订后执行。二叔，这房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私产了？我扬了扬合同，他马上解释：“斌子，是这样的，这拆迁呢，除了一笔总费用，还要按人头给补助，你一个人能补多少，转过来最值当。”二婶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这有啥呀？到时我们把钱给你就是。”我指着合同后面的内容：“转让后付给我20万，是指这个吗？”“是啊，白得20万有啥不好的？”二婶朝我笑：“够你在工地背几年的煞了，拆迁加补助200多万，分给我20万。”二叔咳了一声：“斌子，这房子又破又旧，这么些年维修也花了不少钱，太阳能啊、电线啊、管道啊都是重新弄的，你可啥也没管。”“是啊。”二婶扬着锅铲走了出来：“更何况你爸死的时候可交代了，让我们搬过来照顾你，所以这房子也是我们的呀。”我怒极反笑：“这合同我签不了！”一直默不作声的罗航砰的一声拍起了桌子：“这合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是不是我不说话你就把我当傻子？”我看向他：“
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把你当傻子。罗文逼你欠揍。罗航暴怒起来，抓起椅子就朝我砸过来。第一下被我躲了过去，第二下他还想砸的时候，被二叔拦住了。小航，你别闹，你到屋里去。二叔使劲使脸色。罗航气呼呼地骂了几句三字经后，进了里屋，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二叔给我倒茶，斌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爸留的这房子，虽说名头上是你的，可水电、燃气费、垃圾费都是咱们交的，人家拆迁办也是找我们谈的呀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你不签转让协议，那我们也不搬了，就住这儿，大家一分钱别想要。二叔笑嘻嘻，我都听笑了。这家人还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亏我来的时候还想着，如果他们态度好，我也懒得计较当年的事。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南桥堡4-14强制驱赶。一旁的二叔惊讶，你跑去拆迁办工作了？我看向他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地方的开发商是我？二叔听后愣了一会儿，随后大笑起来。斌子，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吗？我冷笑一声走了出去，当天晚上就签了拆迁协议，然后让拆迁办的人围了他家。罗家人如临大敌，只探了个头就关紧了房，任凭外面再怎么敲，也窝在屋里一声不吭。邻居们听见了，都凑过来看热闹。咦，罗家这是咋了？现在文明社会，你们怎么硬来呀？这也没到最后期限呢。拆迁办的人见敲门没人回应，拿出强制驱逐的文件贴了上去，并且守在了门口，和前来看热闹的邻居说明了情况。这家业主已经签了拆迁协议，可是一直赖着住的亲戚却不走。这时邻居们才知道，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二叔一家的房产，他们属于鸠占鹊巢。大家起哄起来，都说该区这也太不要脸了。门外闹得热闹非凡，里面一家人就跟死了一样，不搭声，不回应，更不开门。助手小陈给我打电话，哥，这是怎么办？我回答道，他们总不能躲一辈子，轮流守着就行，总有熬不住的时候，这么一家子总要吃喝拉撒吧。3天不出门可以，30天呢？此后的几天果真是热闹非凡。第1天还算平静，二叔一家有吃有喝，骂骂咧咧，骂的内容不外乎我这个白眼狼，连带着我父母管教不严一类的话。这种几十年的老房子了，房门破旧且不隔音，门外听得一清二楚。第2天，他们有些坐不住了，开始轮流找借口出门，一个说要上班，一个说要买菜。小陈笑嘻嘻，可以，全都出去都行，只是出去了就别回来了。本来这房子也不是你们的。这一听，他们闷头缩了进去，砰的一声关紧了房门。一家人开始小声地密谋着什么，其间夹杂着罗航的三字经。这天半夜，这一大家子又行动了。二婶打开房门哭，说家里没吃没喝的，说我是要把他们一家逼死。罗航也站在门口叫嚣谩骂，他们的举动吓到了家里的小孩，也像伴奏一样哭得很大声。门口守门的小陈一脸惊讶，没吃没喝了，饿死可不行。喏，这是我们罗总给你们准备的东西。说完，一袋5斤的大米甩了进去，砰的一声砸到了地上。罗航一看都要气炸了，冲进去就拽住小陈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小陈是练家子，1秒就制住了他。你们非法居住，我们也是文明驱逐。你再动手，我可要正当防卫了。罗航被压制着在原地咆哮，像一头发狂而无作为的野猪。邻居被吵醒了，听到声音赶来了，纷纷劝解，放他们出去吧。是啊，一家子老小的，虽然做事不地道，
还是别关着了。小陈一脸委屈，都快哭出来了。我没有不准他们出来呀，他们自己不愿意出的。二婶尖叫起来，出来了就不准回来，谁敢走啊？邻居无语，罗二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这房子又不是你们的，你爸站着还有理了。二叔一家见无人帮腔，气呼呼的又砰的一声关紧了门。此后的2天，他们似乎平静了下来，这种平静过于反常。我猜测，他们应该在酝酿什么大事。2天后，我终于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。他们确实熬不下去了，打包行李搬家了。不过要搬的地方竟然是1楼院子的杂物间。这老式居民楼修建于70年代，家里面积小，所以大家都在院子里搭了杂物间。这些杂物间不到10平米，堆些杂物破烂，有些人家还会养鸡养狗，全方位利用起来。我家这间是二叔一家搬来后修的，这么多年也已经四处漏风，破败不堪了。根据拆迁政策，自建房不纳入房屋面积，但每家另外有20万的补偿，所以这自建房他们到底有没有份呢？小陈皱眉，你说有吧，是依附业主的；你说没有吧，这房子是他们修的，还有一份房产说明。我摇头，他们居然绞尽脑汁打起这个主意。不过死赖着没用，他们必须滚，实在不行就给他们20万打发了事，反正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可谁知道，我那贪婪的二叔一家心比天还大。小陈和他们谈的时候，他们嬉皮笑脸，不吵不闹，说就在这里住定了，不搬了。罗航还扬言，正准备要2胎呢。这附近学区好，搬啥搬？二婶皮笑肉不笑，这房子是我家搭的，我们就要住到老，住到死，你们管得着？他们早些年就迁了户口，就算是拆迁了，也是落得当地集体户，倒是占了便宜了。小陈回来的时候气得牙痒痒，哥，你是没看见他们那个猖狂样子，特别是你那二婶，还端着水盆泼我。我看了看手机，他们只是曲线救援，想多要钱罢了，其实心里急得要命，巴不得我们再去谈判。那现在咋办？先晾几天，我们不去，他们反而急了。小陈出去后，我接到了外公的电话，问我老家的事处理得如何。我不忍心他老人家忧心，只说一切安好。放下电话后，我看向窗外，思绪回到了10年前。当时二叔二婶不肯拿钱交学费，我一气之下离开了。在工地、工厂之间辗转游走，做的都是学徒、小工这样的体力活，收入低，长期营养不良，导致身体也差。19岁的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当时正是大年30，工棚里的师傅都回家过年了，只剩我自己。我高烧40度，几天不退，咳到喘不上气来，躺在工棚里浑浑噩噩好几天。纵使那样，我也不敢去医院，没有医保的我要自费。工地好久不发工资了，兜里仅剩的100多块钱根本不够折腾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电话给二叔，还没说明来意，二婶就抢过电话，阴阳怪气：“哟，不是骨头硬得很吗？居然还有脸打电话回来。”如果说之前我对他们诸多怨愤，但仍存一丝奢望，此时已经全部烟消云散了。我一句话没说就挂了电话。后来拾荒的一个大婶发现了我，她领了诊所的老医生过来，又天天给我熬药，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这个拾荒的大婶就是小陈的妈妈。我前几年找到她，想给她钱物作为酬谢，她拒绝了，肯定不能见死不救啊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后来我就把小陈带在了身边，当成了亲弟弟对待。我这个人有恩报恩，有仇也要报仇。二叔这一家人，不该拿的一分也别想拿到。
之后的几天，拆迁办的人没再去过那院子，也到了最后期限了。居民已经全部搬走了，一大片区域只剩下了二叔一家。南桥堡已经断水、断电、断燃气了，挖掘机也已经入场了，每天轰鸣声不断，灰尘漫天。但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他们还在苦熬坚持。小陈去看了几次，回来报告，那一家人还挺顽强。怎么？他们晚上点蜡烛，水是从100米外的水管一桶一桶接回来的，还买了煤球烧火煮饭。对了，他们好像急了，来办公室找了我2次，我没见，愉快上钩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天下午，小陈打来了电话，说二婶在拆迁办办公室又哭又闹。我琢磨着他们闹够了，开了车过去看看情况。一去就看见二婶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喊地，天杀的罗文斌，白眼狼崽子！我养他那么多年，他恩将仇报。当时要不是我们2口子，他早就饿死了。现在他去拆迁办，却逼我们去死。这房子是3弟口头协议送给我们的呀，办公室的人自然是清楚这些事的。大家冷眼旁观着，没一个人去扶，也没一个人搭话。我去的时候，小陈快步跑过来：“哥，你看咋办？又来闹了。”我看向地上疯癫的二婶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他支棱着脖子，青筋都爆了出来。罗文斌，你啥意思？你把院墙也推了，周围房子也砸了，你想把我们砸死？我皱眉看向小陈：“这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了要注意安全吗？”小陈一脸无辜：“挺安全的呀，我们推的时候都注意了方向的，还拉了警示线。”我转头看向二婶：“你们放心吧，砸不到。”二婶弹跳起来，像一只炸了毛的鸡：“罗文斌，你装傻是不是？你们到底来不来谈赔偿？”我愣了一下：“咦，小陈不是来谈过？我不计较那个棚子了，20万你们拿去，还要怎么谈？”二婶尖叫起来：“打发叫花子呢？罗文斌，没有500万，你们休想我们走。要修房子，除非修在我们的尸体上。既然这样，我笑了笑：“小陈，你去通知所有业主来拆迁办开会。”小陈了然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是交给我。南桥堡的业主一共200户，他们签了合同，已经搬走了。现在手头只拿到了一小部分拆迁款。这一通知，大家以为是来领钱的，兴冲冲就来了。谁知道会计出纳都不在，院子里还坐着披头散发的二婶。大家懵了，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有几个心急的已经嚷了起来：到底多久付我们拆迁费呀？是啊，我们看好了新房子，就等着钱到位了。不是说了开工了就付吗？挖掘机都入场了呀！小陈拍了拍桌子，大家安静了下来。小陈走到最前方，环视了一眼大家：南桥堡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，我们比你们更心急，更想早日上轨道。可是现在遇到了困难。啥困难？不会没钱了吧？上头不给你们批了？大家七嘴八舌说完后，小陈缓声道：奖金和政策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……他看向支棱着脖子的二婶，这户人家死赖在自建房里不走，扬言挖掘机只能从他们的身体上踏过去，我们也不能闹出人命，只有暂停了。这家谁呀？哦，我认识，就是冒充业主死赖着不走的那家人，又不是他们的房，有毛病啊！二婶的脸长得通红，她站起来就骂：你们懂个屁，别听他们胡说。那房子是我男人的3弟说好送给我们的。小陈皱眉：送给你们？房产证都在人家儿子手里，拆迁协议人家也签好了。二婶尖叫起来：千不说万不说，自建房也是我们的呀！反正我不管，不满足条件，我特么就不搬。
小陈一脸苦笑，他开口就要500万，自建房就是一家20万，这是统一规定的呀。大家听得无语，你一个自建房还跑来当钉子户，真的是老脸不要，快滚蛋吧！真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。二婶脸色由红转青，嘴唇抿成了坚硬的弧线，她气愤的一声不吭，转身离开了拆迁办。小陈摊了摊手，看向大家，看吧，这家人一直闹，我们也没办法，项目只有暂停了，什么时候解决了，我们就什么时候付尾款。大家情绪激动，都嚷嚷起来。小陈叹口气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你们也别急，我们尽量想办法解决，反正也是时间问题。小陈说完后就回了办公室，关上门也不做任何回应了。而院子里这些业主站在那里气愤地讨论了很久，才陆续散去。小陈问我：“哥，这办法有用吗？你等着看吧。”我转着手里的笔，这是所谓的羊群效应，又叫从众效应。个体会受到群体的影响，从而改变自己的观点。如果大部分人都不签拆迁协议，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，会统一战线一起谈判。但是当大家都签了，只剩这一户刺头闹事，大家就会把他们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更何况这户刺头连业主都算不上，所以与其和二叔一家互斗，不如把事情说清楚，把矛盾扩大化、集中化，让舆论和民众来制裁他们。此后的几天，事情如我所料，大家的怒气被拉到了满格，开始有人往那棚子里扔老鼠、蛇、癞蛤蟆，还有人砸了他们的玻璃，还往门上泼油漆。他们一出门，就有人指着他们的鼻子怒骂。现在的境况就跟过街老鼠一样，罗航和他妈一样，是个一点就着的暴脾气。短短2天，他打了几次架了，派出所都进了2次。大家的目标很明确，为了收到尾款，就是要赶这家人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一直默默地看着热闹。我们这种沉默旁观的态度，很快被大家视为了缺乏魄力的表现。业主说，别人电视里的拆迁办，各种狠毒的手段都用上，逼得钉子户哭爹喊娘。你们也太温和了。小陈满头是汗的解释，我们总不能犯法呀，我们也很无奈呀。业主说，没出息，就你们这么磨叽，什么时候能开工？小陈揪着头发，我们罗总都被上面骂了好多次了，项目拖沓，总公司也不给钱。业主说，看你们这样就成不了事，还得我们来。小陈有气无力，你们可别惹事啊。业主说，要你们管。回过头进了办公室，小陈就笑出声来，罗总，大家好团结，这家人马上就能滚蛋了。未必，我那二叔心眼多得很，怕是还能使出别的招来。又过了几天，我的猜测成真了。总公司传来的消息，有人写了匿名检举信，举报我这个拆迁办负责人指使他人作恶，还扬言要报警。举报人不是二叔，还能是谁？我是真的震惊了。要报警就去报吧，举报什么？更何况我怎么成了拆迁办负责人了？我真的是开发商啊！我说了2次，他们怎么就不信呢？8年前也是我在工地大病初愈之时，工地上来了一个陌生的老头，他70出头的样子，衣着朴实，头发凌乱。看到我的第一眼就问：“你是文斌？”他说他是我外公。我的确有个失踪多年的外公，当时80几年出国潮的时候，他去了国外，才开始的时候时常联系，寄钱回来，后来消息越来越少，直到渺无音讯。一家人想尽办法也寻不到人，只当他死在外面了。如今死去多年的外公竟然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。
很不可思议，但我很快就相信了他，因为当年的照片，也因为我们相似的眉眼。外公说他在一次国外的冲突暴乱中被撞伤了头部，昏迷了很久才清醒。醒来的时候丧失了记忆，完全不记得国内的一切了。近几年才慢慢开始恢复。他放下一切来国内寻亲，才发现外婆、女儿都已经过世了，亲人只剩下了我。文斌，跟我回去吧，你才20岁，还得读书。他握住我时，粗糙的手指很用力。于是，我跟外公出了国。出去之后，我才发现他早已身价不菲。这几十年里，他的生意做得很大，在当地的华人圈里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但因为各种原因，他多年来没有再娶妻生子。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我听从外公的安排，继续读书。毕业后去了自家企业，从底层做起。前几年回了国，主要负责西南地区的房地产开发。南侨堡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点项目之一。本来我不想过问，打算网签了事，但挨不过二叔一遍又一遍的电话催促，我才回来。我原本想看在血缘关系上对他们保持善念，谁知他们作妖至此。我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是外公打来的电话。我接了起来。外公，举报的是，我很抱歉，你二叔家的事，我原本不想过问，但他们真的是给脸不要脸了，竟然诋毁我的亲孙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外公叮嘱了我几句，才挂掉了电话。当天下午，总部就发了一份文件，上面写明了我是西南地区负责人的事，并且说明南侨堡拆迁由我全权负责。这份文件就贴在拆迁办门口。听说半夜的时候，二叔悄悄跑来看了。第二天晚上，就有个人悄悄来敲酒店房门了。这人是罗航的老婆，也是我的前女友杨娟。她很明显地打扮了一番，头发披散着，化着淡妆，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。文斌，我能进来吗？她怯生生地看着我，眼神如受伤般的小鹿。你居然住的是总统套房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现在居然这么成功了。我承认当时心里某个地方触动了，因为当年我和他在一起，也是因为这样的眼神。但很快，我的心就冷如冰霜了。杨娟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她家是外来户，家里是卖菜的，租着1楼的房子。她家境贫寒，家里有个不懂事的弟弟，父母也很重男轻女。10几岁的她就得承包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冬天蹲在楼下的河沟里洗衣服，手泡得跟胡萝卜一样肿。有一次，她被她爸妈打了一巴掌，蹲在墙角哭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把她拉了起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后来她高1就辍了学，我爸妈也去世。这些苦难时光，我们都彼此安慰，这也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高3毕业后，我被迫离开了二叔一家。当时杨娟抱着我哭，我安慰她：“你等我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我就回来娶你。”谁知道1年之后，传来了他和堂弟罗航在一起的事。高中同学绘声绘色说杨娟都住进他家了，还准备打工贴补罗航留学的生活费。从此，我就把这个女人从脑海中抹去了。偶尔还是会有刺痛的感觉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很淡了。面前的杨娟抬头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求你了，是爸妈让我来的，我们能谈谈吗？”我让她进来了，给她倒了一杯水，说吧。杨娟端着热气腾腾的水杯，眼睛湿湿的。过去的事，对不起，那时我爸妈逼我，他们说罗航马上要出国留学，有前途，我不敢忤逆他们。她呜呜哭出声来。我也是被逼的，罗航哄骗我，还强迫了我。文斌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面无表情。你今天来就是说这个，
不是谈拆迁的事。他咬着下唇点头。文斌，是他们让我来的，可是我只想谈我们的事。我皱眉，我们有啥事？那些已经是多年的老黄历了，你都当妈的人了，就别矫情了。他快要哭出来。文斌，你真的这么想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你，特别是那天见到你，我又激动又紧张。他虽然打扮过了，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，泪水也冲掉了脸上的粉底，露出了不再光洁的皮肤。岁月早把他磨成了一个沧桑憔悴的妇人。我怜悯地看他一眼，杨娟，你回去吧。他眼泪汪汪看着我。文斌，你真的不原谅我吗？我有点不耐烦了，老问这种问题干嘛？原谅了就有可能再续前缘，不原谅就表示我还心中郁结，对你还挂念。事实上，我根本就不在意这个女人了，就是年少时期的一段可笑往事罢了。他紧盯着我，缓缓站了起来。你的沉默告诉我答案了。他的手拽住衣服，咬了咬牙，是你逼我的。话音未落，他就扯下了裙子扑了上来，死拽着我，又哭又喊：文斌，你不要这样，求求你放开我，求你了。我惊愕异常，用力扯开他，身后房门被砰的一声被撞开了。二叔一家齐刷刷地站在门口，尖叫的尖叫，嘶吼的嘶吼，还有个负责拍照的。罗航冲进来，对着杨娟就是两耳光扇过去，随后揪住我的衣领：好你个罗文斌，居然睡老子婆娘！二婶尖叫起来：天杀的呀，抢了我们的房，还要抢我家儿媳！杨娟衣衫不整地瘫坐在地上，呜呜地哭。老公，他约我过来，说是谈拆迁的事，结果一进来就对我动手动脚，真是大无语了。我嫌弃地看着这群人，真不明白他们的脑子是被驱住了还是被使糊了，居然想出这种馊主意。一片混乱中，小陈听见响动，急匆匆跑了过来。这是啥情况？哥，你怎么想不开呀？大家转头看他。小陈摇头叹气：哥，你一个青年才俊，钻石王老五，在饥不择食也不能找这位大姐呀。杨娟呆愣了，小陈呸了一口：这大姐一看就跟我哥差了辈分呢。罗航冲过来就要揍我，你特么！他没能冲过来，在距离我1米的地方就被小陈反绑着双手甩了出去。二叔颤抖着举起了手机，刚刚我都录了下来。走，去派出所。我笑了笑，正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派出所。二叔一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诉说我夺人妻企图强暴的罪状，又是视频，又是展示杨娟脖梗的淤青红痕。我不慌不忙等他们说完，示意小陈把东西交上去。U 盘插入电脑后，出现了杨娟进屋的画面，从她哭诉哀求到撕扯自己衣服扑过来，完整的很。看到这视频，警察都无语了。这明明是女的先扑上去的呀，男的甩半天才甩掉。小陈马上说：原来是仙人跳啊，不好意思啊哥，我误会你了。我就说你看不上嘛。我对警察说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在酒店谈生意，所以会在客厅设置监控，这一点酒店是清楚的。警察询问我是否打算立案，他们一家傻眼了。二叔马上说，不能立案，不能立案，既然是误会，就算了。罗航转身对杨娟一巴掌：这瓜婆娘凑上去的，看回去怎么收拾你。二婶央求起警察：家丑就不外扬了吗？那要看人家当事人的意思啊。警察无语，我面无表情，等我的律师过来再说，我会保留追诉他们的权利。回去的路上，小陈对我好生佩服：哥，你怎么预感到他们会来这一手的？我回答道：贪婪惯了的人，就像走在了钢丝绳上，是不可能退回去的。
等律师来了，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滚蛋了？也许吧。我望着黑漆漆的窗外说道。律师是第2天来的，他马上拿了相关文件去了二叔家的自建房，但二叔一家坚持没表态，既不说那天的事，也不说搬走的事。我听后一股子无名火上来了，这家人我忍太久了，也不能再忍下去了，是时候来个了结了。传下去，马上开工。工人很快全来了，开着挖机就要往那间自建房上面撞。二叔冲了出来，当众脱光了衣服躺到门口，压死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罗航大声咒骂起来，二婶也坐在一旁哭天喊地，大人哭嚎，小孩闹，场面混乱得不可开交。挖机被迫停住，小陈满头是汗地问我：“哥，怎么办？”我挥了挥手，示意第2批工人上场。小陈愣了一下，专工。我一脸淡然，把他们围起来，不拆了。20万我都懒得给了。外公那天的话点醒了我，他说，面对这种死皮赖脸的人，绝不能妥协，也不能把自己陷进去。我们最多是改的时候麻烦了一点，但是他们死倔地挺着，结果只会更惨。是啊，他们这种有自建房又算不上业主的人，闹去打官司是笔糊涂账，除了协商，并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既然谈不拢，这10平米的地方，我就不拆了。这些天我多次约了设计师，重新修改了设计图。这片区域原本是商场餐馆后方的停车场，现在把它调换了一下，设置成了垃圾潲水放置场。他家用砖块砌了墙围起来，垃圾桶、潲水桶就放在墙边。当然，出于仁至义尽的考虑，打个小涵洞让他们出行也是可以的。既然是垃圾，以后就与垃圾为伍吧。10几个专工很快行动起来，又是和水泥，又是拉直线，很快就砌起了围墙。这围墙差不多1米高，巴掌大一块地方，很快就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越看越像坟墓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二婶脸色大变，怎么能把我们围起来？二叔也扑腾起来要去踢墙，很快被人拉开了。小陈警告他们，你们自己的房子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要是胆敢破坏公司钱物，就等着吃官司吧。他想了想，又说，不对，之前那些人跳的案子还没审呢。那一家人站在那10平米的房子门口，脸色一个赛一个地灰败，就跟要死了似的。南桥堡的事也算尘埃落定了。我们开工后，很快按照约定给业主们结清了尾款，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，就跟过年了一样。作为业主，我也领到了200多万的赔偿款。我转手就以小陈的名义订了套房，你就说你买的，接阿姨过来一起住。小陈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哥，这哪行啊哥，我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我给自家弟弟买套房怎么了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心住着，没有小陈的妈妈，我哪能活到现在？滴水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，帮过我的人，我会记一辈子。反之也是如此，比如二叔一家，现在工地上每天都有人去参观二叔一家呢，一个个都挺开心的。这么巴掌大个地方可咋住人，还天天钻狗洞出来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该背时，这家人活该。议论纷纷中，南桥堡的视频与照片也上了热搜，舆论吵得沸沸扬扬，连带着我们的股票都涨停了。处理完这边的事后，我也要离开了。临走之时，专门去了一趟二叔家，他正费劲地拎着水桶穿过涵洞往家走，看模样像是老了10岁。听说他们一家过得挺惨的，罗航赌博成瘾，一家人就靠着他的退休工资和杨娟在超市打工的钱生活。
他看见我后，放下了手里的水桶，向我颤颤巍巍走了几步。斌子，他急切地问我：“你还是不忍心是不是？你终究还是姓罗的呀？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现在发达了，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呐。”斌子，那20万还能给吗？多的我们不要了。我看着他满脸皱纹纵横交错的脸，不能了。他一脸失望地看着我，而我内心毫无波动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